老周，肉，我饿。你个老不死的乞丐，还敢来将军府！沈管家，我家少爷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求您行行好，赏一口饭，让他活下去。一个罪臣之后，也配吃沈家的饭？恭迎大小姐凯旋。我当是谁？昔日名动京城的楚家少爷楚安，怎么沦落到和狗抢食了？肉，我饿。沈将军，这是当年楚沈两家亲手定下的婚书，我们不敢再求婚约，只求沈府赏少爷一口饭，留他一条活路。楚家如今只剩少爷一个人了，他双目已盲，神智也坏了，整整3天低米未进，求您发发慈悲，救救他！楚家通敌卖国，你竟还敢拿这张婚书来找我？楚家没有通敌，此事早已定罪，岂容你一个奴才狡辩？这婚约早已是一张废纸。少爷，那不是吃的。从今日起，楚沈两家再无婚约，把他们赶远些，别脏了沈家的门。是。去！少爷！管家，这老乞丐快断气了，傻子也晕过去了。这种天气，就算没咬死也得冻死，扔出去，别死在将军府门口，晦气！少爷，吃！给我搜，绝壁3尺也要找出楚家父子！安儿，他们要斩尽楚家血脉，你只有变成一个又瞎又傻的废儿，才有可能活下去。这2根锁神针会封住你的记忆和神智，往后你会如痴儿一般，还能不能醒，爹也不知道。爹，动手吧，孩儿愿赌这一回。若孩儿有醒来的那天，我一定让他们100倍偿还。老周，少爷，你醒了。老周，撑住！我醒了，我这就救你。别管我，少爷，活下去，去北境查清当年的真相。你护了我3年，受尽屈辱，最后还沦为如此下场。你受的辱，流的血，我会一笔一笔替你讨回来。从今日起，那个任人践踏的傻子死了，楚家的冤我会查清，害死您的人，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。3皇子设破阵台，破北汉困城死局者，赏银100两。老周，等我。破北汉困城死局者，赏银100两。北汉数万重骑合围，北路被山石封死，南面干河谷又是绝地，城中守军不过敌军零头，粮草将尽，无援军，无退路，此局十死无生，唯有死守城墙，等待朝廷援兵。等援兵赶到，城里的人早饿死了。这么多将军都没办法，看来这100两银子没人拿得走了。
一个瞎子也要来破冰局？这不是讨饭的地方，下去！让他上来。你也懂兵？懂不懂？破了便知。请4名军士分别置在沙盘4角，各旗战鼓1声。北侧山道被封，北门之外至少3重巨马，城中粮草撑不过2日。你根本没有碰过沙盘，怎么会？这座孤城不必守。弃城，城中3000百姓怎么办？不开门，他们怎会进来送死？破此局，核心在于8字：百姓必救，孤城不守。先将百姓撤入内城，粮草藏入地下，再打开北门。北汉诸将争功，先锋必会抢先进城。第2步，示弱甲溃，弃重甲，抛残旗，全军逃入河谷。敌军久攻不下，急于争功，见我军溃败，尽可抛下步兵。全员骑兵全速追击，全军追击！先登者上万骑！干河谷2侧皆是峭壁崖石，地势狭长，3000残兵逃进去，岂不是被数万重骑踏成血泥？古道狭窄，数万铁骑无法并行。敌军人数再弱，能与我军同时交战者，也不过数十骑。前队受挫，后队相压。封死谷口，他们人数越多，死得越快。能成，此计真能成！把东南角那面黑旗放回原位。第3步，水造3军。盲眼变阵，3步破局。好啊，这100两赏银归这位先生。先生留步，敢问先生尊姓大名？一个死人不值一提。未看沙盘一眼，仅凭鼓声辨位，3步落子便将大军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此人到底是谁？查清他的来历，这样的奇才，本王不能错过。是。沈将军此刻已率精骑赶赴北境，若北境真遇此孤城之局，不知沈将军能否悟出这3步？老周，这回的肉是干净的，我要去北境了。等我查清楚家为何会败，再回来告诉你。跟了一路还不出来？你个瞎子，耳朵倒挺灵。破阵台那100两赏银交出来！听不懂人话，老子让你把银子交出来！哎，我警告你啊，别碰本公子！你知道家父是谁吗？家父，定国公雷震山。闭嘴，走快点！2天之内要赶到北境，要是贻误了军机，咱们都得死。我再说一遍，家父雷震山，别吵吵了。要是雷震山真是你爹，你还会被我们抓到这里？一路喊了800回爹了，也没见你爹来救你，老实点。我爹忙着呢。看什么看？他们可救不了你。
住手！5个拿刀的抢1个瞎子的银子，你们也好意思？一个囚犯，他妈有病吧？囚犯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本公子乃定国公独子雷破天。你是小公爷，那老子还是皇帝他爹呢！拉住他！放开本公子！一群人欺负一个瞎子，算什么本事？右脚后撤，低头！我操！你听声辨位啊！别废话，左边第2刀到了。抬左臂，缠住刀。跟我打，我就知道本公子天生有勇有谋。勇是你的，但谋与你无关。拉住他，别让这疯子跑了！锁链另一头拴在左侧木栏，向后一步，拽断他。还想跟本公子打？看到没？我雷家可是天生神力。我看不见。你倒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本公子。谁准你擅自动手毁坏官车的？他们持刀行凶，本公子难道就站着看？勾结囚犯，这袋银子便是赃物，暂由本官没收。那是破阵所得，不是赃物。这瞎子蛊惑囚犯，毁坏官车，分明是劫囚同党，一并锁了，送去北京。你放屁！他帮你们赶走匪徒，怎么就成劫囚了？闭嘴！一个冒充小公爷，一个劫囚行凶，正好一起送去死字营。家父，好，你疯了！那可是北京，去了很难活下去的。正好，我也要去北京。你去北京干什么？郑军功。喂，瞎子，你连人在哪儿都看不见，怎么知道那些刀从哪儿砍过来的？还有，你到底叫什么？总不能真让我一路喊你瞎子吧？楚无名。无名？一个大活人，怎么连名字都没有？日月无光之无名。哦，无名，楚无名。那你主动跟着去北京送死干啥？讨债，有些债，只有站得足够高，才能讨。你真是定国公之子？那还能有假？家父雷震山。要不是运粮官扣下军人口粮，逼得几个娃活活饿死，本公子能动手打他？再说了，本公子只是打断他3根肋骨，已经够克制了。以你这身神力，他还能活着，你确实算克制。本公子不欠人情，这不是请你吃，是还你刚才帮我的。你自己留着吧。楚哥，何事？给我一块呗，以后我跟你混。怎么迟了整整2日？赵校尉息怒，半路遇上匪土，这雷破天不仅擅自出手，还扯断锁链毁坏官车。那个瞎子更是蛊惑囚犯，图谋劫囚。放你娘的屁！要不是楚哥救你们，那几个强盗早把你们脑袋砍了。看，这还是他从贵人身上偷来的信物。哼，定国公独子锦衣玉食，会带着穆家挤在破囚车里。小公爷怎么没坐8抬大轿来？说不定定国公府穷的只剩囚车。雷破天，收力。参见将军。军营重地，怎么还有瞎子？这2人是押送来的罪囚，一个冒充定国公之子，一个蛊惑囚犯，图谋劫囚。叫什么？楚无名。抬起头来。紧急报！紧急军报！让开！洛阳城遭北汉3万重骑包围，本侧山道被彻底炸塌，南侧干河谷发现大批伏兵，唯有东侧包围尚未完全闭合。报！报！三皇子与七公主的车驾还有3日便可抵达北境巡视。
两位殿下即将抵达，落雁城绝不能失守。传本将令，点3000旌旗，随我从东侧缺口杀入落雁城。遵命。让死字营押送军械，从南侧干河谷进入落雁城。将军，干河谷全是伏兵，死字营进去怕是直接送死。哼，能送到最好，送不到，也能替本将试出伏兵的深浅。遵命。将军，那2个罪囚如何处置？按军规编入死字营。原来京城那盘阵局落在了这里。啊！楚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相信你是定国公的儿子，也相信你能混出名堂。我就知道，还是楚哥你有眼光。将军有令，死字营即刻整备军械，半个时辰后经城南干河谷驰援落雁城。啊！干河谷全是北汉伏兵，这是让我们去送死。不去，现在就按抗命就地斩了。把这2个新编入营的也扔进去，半个时辰后出发，送不到，你们就死在谷里吧。干河谷有北汉重骑把守，我们推着这些破烂过去，连谷口都进不去。进不去更好，还死得快些。反正早死晚死，都得死。好大的块头！还送来一个瞎子，正好进干河谷的时候把他绑在车头，替咱们挡第1轮箭。反正半个时辰后都要死，不如让大爷们乐呵乐呵。瞎子还不跪下，爷爷到时候说不定还留你个全尸，找死！雷破天在，把门关上。啊！关门？你小子吓傻了吧？装神弄鬼，给老子废了这瞎子！左侧下盘，右侧迎面，后方3步。别杀我！3年前断龙岭战役右肩中暗箭，骨头没接好，每逢阴雨右臂剧痛。你曾是安北军前锋营伍长，曾经敢冲敌阵的前锋，现在只会躲在死字营里，逼一个瞎子下跪取欢。左腿伤于落雁城首战被敌军重锤砸断，曾是镇北军第3营少官，立过2次2等功。你们都是曾为大印流过血的兵，既然还活着，就先把自己活得像个人。雷破天，拿干粮出来。你们都是士兵，就算死，也应该在敌人面前握着刀，站着死。死字营虎阵，愿听大人差遣。开门！半个时辰已到，死字营还敢抗令不成？出发！哼，将死之人还列队，天黑之前若送不到，按贻误军机论处。大人，干河谷2侧绝壁全是伏兵，咱们去了就是活靶子。轮轴还能用，铁链留下。雷破天，把这个北汉的号角带着，有大用。是。大人，留这些破烂干什么？造势，让他们以为镇北军主力到了。
拿起你们的刀和枪，准备好木车与铁链。3日之内，我带你们杀出重围。马蹄裹步，把铁链绑在空木车后，分3路在谷口奔跑拉扯。雷破天，吹号。中军遇袭号角，镇北军主力抄了我们的后垒，停止放箭，全军回援。进谷。几绳铁链真把伏兵吓跑了。敌将不蠢，很快会发现没有大军提阵。几辆空车也敢耍老子！放箭，杀光他们！这儿还有个手无寸铁的瞎子，快宰了他！我勒个亲爹啊！虎哥，你这么厉害！拉铁链，绊马。不要恋战，退开！大人，快撤吧，敌军马上又要杀回来了。不急，把刚才用的空木车推上2侧高坡藏好，用枯枝盖住，粗铁链埋进河床石缝里。大人，这雷破天，得嘞！顺着地下水声去上游，找到冰闸最薄的裂纹处，做个记号。大人，咱们费这么大劲干嘛？因为很快，我们还要回这里杀人。撤！干河谷有重兵埋伏，他们竟然还活着！将军这是巴不得我们死在里面？放肆！既然活着进来了，便归本将调遣。传令下去，死守城门，城内粮草尚足，只要守到3皇子抵达，这保卫孤城的首功便是我们的。东南风起了，敌军不会再攻城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北汉重甲射手已在城外列阵，借风势用重弩火箭分粮。瞎子就是瞎子，城外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你在这装神弄3、2、1。现在，这座城只能听我的。北汉撤军了，定是3皇子的援军逼近，他们怕被前后夹击。将军，趁他们阵型混乱，咱们开城突围，还能反杀立功。传令，全军集结，随本将开城追击。不能追，那是死路。你个瞎子懂什么？北汉撤军的动静，全城都听得到。3万重骑撤退，绝不会只有号角声，没有大片沉闷的马蹄震地声，更没有拔营辎重的摩擦声。远处的烟柱发白且散，那是湿草点燃的假烟。他们根本没走，而是退到了山崖后设伏。一派胡言！你不过是个死字营的罪囚，还敢妄议军机！将军，末将这就带人冲出去。你若不信，派轻骑赤袭去山崖后探看便知。去探。将军，芒先生说的对，北汉主力根本没撤，3万重骑全部隐蔽在北侧山崖后，弓弩手已封死所有出路，咱们一出城就是活靶子。粮草烧了，出城也是死，洛阳城守不住了。谁敢动？把虎符给我。放肆！本将乃镇北将军，你区一个死字营罪兵，敢要我的虎符？城中无粮，军心已溃，你守不住这座城，给我虎符，我带他们活。大言不惭！本将就算战死，也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。雷破天，我们走。死字营，跟楚大人走。你们干什么？要造反吗？回来！楚无名，接虎符。撤下城头所有帅旗，
百姓全部撤入内城，残粮藏入地下。打开北门。放箭试探。派个瞎子出来装神弄鬼，想唱空城计，前锋趁航，进城查探。粮草都没了，挡不住了，快跑！启禀将军，城内粮仓已毁，遍地是丢弃的甲胄兵器，沈傲雪的主力已经彻底溃败，正从南门弃城逃窜。原来是强弩之末，故弄玄虚。沈傲雪的帅旗倒了，全军突击，别管部族，直接穿城追击。活捉沈傲雪者，赏万金。封路。将军，快撤！一支骑兵追上来了！雷破天，拿兵炸，给爷爷看！干河谷大捷！干河谷大捷！干河谷一战，死字营死战有功，本将会如实奏方朝廷，免除你们的死罪，发放赏银，让你们回乡安度余生。赏银，免罪。沈将军，这一仗真是楚大人谋划指挥，这破局的首功，该是楚大人，也是我们死字营拿命拼出来的。放肆！大印律法，罪兵不得封将领功，没有将军的帅旗和调度，你们就算杀了再多敌人，也只是一群哗变的囚犯。这解救孤城的首功，只能归在镇北军和本将头上。拿了赏赐，闭紧嘴巴，是你们唯一的活路。抢功也要看你拿不拿得稳。在这北境，本将就是天。你一个瞎子，拿什么跟本将争？启禀将军，三皇子与七公主的车将已至城外3里。赵萧，速去准备接驾。不想死，就管好自己的嘴。启禀殿下，洛雁城已易，末将率军诱敌深入，于干河谷水淹北汉3万众骑，解洛雁城之围。好一个空城诱敌，水淹干河谷，此战赢得漂亮。沈将军居功至伟，全赖殿下洪福。殿下，不仅如此，我军大胜，全靠沈将军运筹帷幄。可气的是，偏有些死子营的罪奴，不仅在战前散布扰乱军心的言论，战后还企图争抢战利品。尤其是这个瞎子和那个冒充定国公之子的黑大个，末将恳请殿下严惩这群罪兵。放你娘的连环屁！老子一路拼杀，什么时候抢战利品了？你再一口一个冒充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活劈了你？殿下您看，此人何等狂妄，连死字营的穆家都锁不住他的烈性。你是雷破天？没错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家父雷震山。三哥，定国公半夜发了寻人榜，说他独子离家出走，体貌特征便是一个扛着穆家的黑脸巨汉。殿下，这不可能啊！他明明是因为抢粮被押送来的。那是那个王八蛋运粮官汉墨军粮。
本公子打断他3根肋骨，那是替天行道。雷老将军一世英名，他的独子绝不可能是贪良劫囚之辈。这瞎子的身形为何有些眼熟？沈将军，既然是雷小公爷，便是一场误会。我们还是说说这场仗。殿下请讲。本王有一事不明，这空城计与水淹干河谷环环相扣，堪称绝妙。但本王想问你，为何要撤下帅旗，大开北？你凭什么断定敌方3万重骑不会派部族稳扎稳打，而是一定会全军直接追入干河谷？这末将断定敌将贪功。敌将贪功？那你又是何时派人去上游寻到的兵闸？洪水早放一刻会冲走几军，晚放一刻敌军便会退出峡谷。这放水决定的时机，你究竟是以什么为信号？末将是以想见为号。他撒谎，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大胆狂徒，敢在大殿上污蔑将军！殿下，这一仗沈将军只看到了赢，却根本不知道是怎么赢的。是楚大人，当时粮仓被敌军借风势用哄箭焚毁，城中大乱。是楚大人逼沈将军交出虎扑，亲自下令撤帅旗开北门，利用敌将急于活戳主帅的心理，诱敌深入。那上游兵闸是楚大人早在带我们进城前就派人勘察做好了标记。干河谷内，楚大人听声辨位，以敌将坠崖的惨叫为号，亲自下令砸开兵闸。这连环绝杀局全凭楚大人一人谋划。沈将军他不过是个暗令逃跑的饵。弃城诱敌，水葬3军。这座孤城不必守，不开门，他们怎会进来送死？破此局，核心在于8字：百姓必救，孤城不守。第2步，示弱甲溃，弃重甲，抛残骑，全军逃入河谷。敌军久攻不下，急于争攻，见我军溃败，进贺抛下步兵，全员骑兵全速追击。全军追击，先登口，上官击。第3步，水葬3军。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死字营，楚无名。传本王令，洛雁城之战，首功不在镇北军，在死字营，在楚无名。空城计，开北门，假败入谷，水葬3军。这不正是半月前京城破阵台上那套解法吗？你就是京城那位盲先生。先生大才，本王在京城错过了先生，没想到先生竟亲自来了北境，以身为局，再破死阵。从今日起，先生便留在我中军大营，做本王的首席军师。草民，谢过殿下。楚无名，本将承认干河谷的战术是你谋划。但你别忘了，你没有军籍，只是死字营的罪兵。大英军规森严，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，没有本将替你向朝廷奏请，你这辈子都换不来官身。只要你愿意留在本将麾下，效忠镇北军，本将可以向3殿下保举，洗掉你和整个死字营的罪疾，给你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。老子今天算是开了眼了，抢了人家的命换来的功，还摆出一副大发慈悲的嘴脸。好一个镇北女将军！抢占军功被当众拆穿，非但不反省，反而当着本王的面拿军籍来要挟功臣。殿下明鉴，末将也是爱惜人才，一个没有背景的罪囚，若无镇北军庇护，空有谋略，在这北京也活不过3天。末将这是在给他前途。给我前途？3年前楚家满门战死段龙令，沈傲雪，你是踩着谁的尸骨拿到了这镇北军的帅印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是你！你这样的人，不配为将。你干什么？
楚安，怎么会是你？楚安，这不可能！你不是那个和狗抢肉的废人吗？楚哥，你真是那个名动京城的楚家少主？好手段！3年前你装疯卖傻，骗过了所有人。楚安，你楚家通敌卖国，还有颜面出现在军营。但你今日救城有功，足见你的军略还在。只要你肯把阵图谋略交出来，替本将效力，本将可以做主，恢复你的军籍官身，甚至本将可以上书朝廷，替楚家求情。当年那纸婚约依然作数。雷破天，你现在给出的官身前途，买不回老周的命，更买不回楚家满门。这婚书不是你撕的，是我楚安不要。楚家通敌，满门抄斩！你个罪臣之后，不仅苟活，还敢混入军中图谋不轨，左右亲卫，将此逆贼就地诛杀！去你娘的罪臣之后！老子不管他以前是谁，老子只认带死字影活下来的楚无名。谁敢动他，老子活劈了谁！死字营列阵！你们要造反吗？都给本王住手！楚安今日救下洛雁城，军功无可抹杀。谁敢动大庸的功臣，便是与本王作对。殿下，楚家3年前的通敌大案，乃是太子钦定。本王知道，楚家是否有罪，需拿到铁证后重审，轮不到你在这里定夺。末将遵命。传本王军令，免除死字营全体死罪。从今日起，死字营连同洛雁城部分守军暂编为3000人无名营，楚无名为统领。都退下吧，无名营即刻去城南教场扩充军营。草民告退。列阵。三皇子只给了他名头，可没给他粮食。去库房，无名营的军粮按最低例份减半给。末将明白，绝不让他们吃饱。不够，给的那一半里再掺上3成碎沙土。我倒要看看他一个废人能翻出多大浪。七妹，边境军情紧急，本王需即刻赶回中军大营调度。洛雁城收尾于抚恤之时，便交由你全权督办。皇兄放心便是。本王已向楚无名许下便宜行事之权，准许他扩充无名营至3000人。盲眼变局，还能把沈傲雪逼得颜面扫地。但切记，兵贵精而不在多。楚安曾如双刃利剑，有鬼神莫测之谋，你不可离他太近。皇兄越是这么说，本宫倒对他越发好奇了。你呀，安全第一。想看清一个人，光站在高处看怎么够？大人，干河谷一战，兄弟们都看清了沈将军拿人命填军功的嘴脸，这都是从镇北军各营跑来，想投奔咱们无名营的。无名营不收混吃等死之辈，入我营者唯有2条规矩：第一，军令如山，退后半步者斩；第二，随我入局，便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随时准备赴死。怕死的，现在就可以离开了。我也要加入无名营。哪儿来的瘦竹竿？胳膊还没老子大腿粗，也想进无名营？你这头蛮牛，
打仗难道只靠一身蠢力气吗？我会绘图，识北汉文字，懂军粮换算，还精通边地奇语。整个北境，你们找得出第二个像我这样的人才吗？哟，你个瘦皮猴酸秀才，滚滚滚！老子要招猛将！好你个雷破天，给本公主等着！且慢，楚哥，这小子怕是连杆木枪都举不起，招进来纯属吃白食啊！既然懂良策和军图，就留在中军记账。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叫萧七。哼，萧七，我看叫瘦皮猴还差不多。瘦皮猴也比你这没脑子的黑熊强。嘿，你这小子活腻了吧？入列。楚大人，这是无名营接下来3个月的全部口粮，按沈将军的军令，准时送到了，账面上绝没少你们1粒米。这他娘的是什么？我们营如今已经3000人了，你就拿这么点破烂让我们吃3个月？军械呢？连把生锈的铁剑都不给？无名营尚未取得兵部正式编制，按规矩没资格领取制式军械。至于这粮，战事吃紧，沈将军对你们可谓是一视同仁。若是你们不满，大可去三皇子面前告状啊！老子这就撕了你！退下！打他，便是抗命哗变，正中沈傲雪下怀。粮食留下，你可以滚了。楚统领真是个识时务的明白人。我们走。大人，这点掺了沙子的没粮，要让咱们吃3个月，沈傲雪这是想把咱们拖死啊！雷破天，传我军令，把这批口粮全部淘洗干净，筛掉所没米沙土，挑出干净的好粮。这15天里，让兄弟们顿顿吃饱。淘洗干净，吃饱饭。好嘞，我就知道楚哥心疼兄弟们。等一下，统领，这绝不可能。我刚刚核算过，这批粮草掺了60%以上的沙土陈霉，一旦洗净筛掉，剩下的好米极少，只能支撑15天。15天后，咱们的粮仓会彻底断粮。只能吃15天，那15天之后呢？咱们全营去喝西北风吗？哼，怕个球！能吃15天饱饭，也比天天咽沙子强。说得对，吃15天粮食总比吃沙子好。那我们15天后该咋办呢？15天后粮空，若无名营还是一群烂泥扶不上墙的残兵，我同你们一起饿死。从明日起，全营开启特训，削木为枪，背石攀崖，练负重爬山，练短哨变阵，练盾枪轮换。我要把你们磨成一把刺向敌人心脏的最锋利的尖刀。都给老子挺起来！沉腰，起！雷大教官，饶命啊！趴在泥里装什么死？谁今天完成不了，晚上连米饭都没得吃。这甲胄伏地屠生，简直要了老命了！哎呦，我的腰！偷懒者加做30次。做，小人这就做。米饭倒是白净，可练了一天，没一点油水肉腥，浑身发虚啊。高强度操练最耗体力，光靠白米饭根本顶不住，把一群伤残废兵折腾得要死要活，连一滴肉水都供不起。楚统领，
你这过家家的把戏也该收场了。连油水都没有，再这么瞎折腾下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死字营在出殡呢。没有镇北军给你们补给，光靠光溜溜的白米饭，本将倒要看看你能撑几天。沈傲雪，少在这幸灾乐祸！老子这就带人去踩烂你们镇北军的大仓！抢自家粮仓，等同哗变造反。那咋办？天天光吃白饭没油水，兄弟们练起来身上发虚啊！军粮不劳沈将军操心，传我军令，继续训练，全营把肚子都给我留着。15天后，我让无名营顿顿吃肉，顿顿喝酒。吃肉喝酒，吃肉喝酒。15天已到，军粮彻底见底。检验你们的时候到了。四头湖听令，留100名伤兵在营，架起大锅，把水给我烧滚了，等着我们带肉回来。得令。其余2900人随我出城。军师，黑风岭粮寨盘踞崖顶，前门防守严密，这后山绝壁直上直下，根本没有爬山的路。咱们2900人怎么杀上去？解绑。雷破天带4个攀崖好手先登，摸清崖顶敌哨。得令。左侧100步马厩，马匹50；右侧200步羊圈，肥羊数百。正门暗哨6处，粮仓在大帐后侧。雷大头放好铁索了，与你听出来的布防完全一致。大军所将，冲杀！楚哥，你教的那原木深蹲真神了，老子现在扛这2袋面，跟玩儿一样。一人扛2袋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当季新粮的双龙捧天暗记，朝廷的新粮怎么会在北汉粮寨？统领，后山圈着300头肥羊和几百匹战马，战马套车，肥羊全部牵走。留这几行字，非得把北汉那老小子的肺给沏茶不可。想追你雷爷爷，做梦！将军，楚安把3个月军粮挑出好的放开了吃，今天全糟光了。他正带着人趁夜去黑风岭抢粮。抢粮？黑风岭驻扎着1万北汉铁骑，他那点残兵纯粹是去送死，必定是有去无回。无论生死，挥霍军粮、私自调兵都是死罪。点旗亲卫去无名营，本将要按军规将他们连根拔起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死到临头了，还烧起水了。楚安私自调兵，挥霍军粮，已是死罪。别傻等了，只要你们现在跪下认罪，重回本将麾下，本将还可以网开一面。沈将军省省吧，楚大人让我们把水烧滚，肉马上就到。死不悔改！来人，把这群叛逆给我拿下！敌袭！北汉的重骑兵打过来了。楚安，没想到你还能活着回来，可惜没有粮草，你迟早得活活饿死。谁说没有粮草？水烧好了没？放肉！楚哥带咱们抢肉回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楚安，算你有些本事。按边军惯例，战利品理应上交主帅统筹。只要你将这匹良马交由本将，本将依然可以在三殿下面前为你请功，许你重回正统边军。刺头虎，抻头到滚烫羊肉，先送去给城中负伤的洛雁城守兵与贫苦百姓。领命。多谢楚大人，多谢楚大人，多谢楚大人。沈将军若想吃肉，可自己领兵去黑风岭抢。报，主帅，黑风岭前线粮仓被敌军偷袭洗劫，100余粮车、3000担精粮、300头肥羊全被抢光，连1粒米也没剩。废物！对方来了多少大军？敌军还在粮仓高墙上留下了这行大字：狂妄小儿，欺我北汉太甚，欺我北汉无人！传我率令，集结5万重骑，兵扒洛雁城，不将那楚安碎尸万段，本将誓不罢休。骑兵夜袭黑风岭，竟然真的抢回了上千担粮食。楚军师，本王果真没有看错你。殿下谬赞。殿下请看，大营户部每年所铸火印都有微异，这枚双龙捧日纹乃是户部半月前才刚试印发行的当季新粮暗记。当季新粮，这黑风岭是北汉的前线粮寨，怎会有朝廷刚从京城大仓发出的新粮？殿下，难道是北汉贼子从咱大印边境运粮队抢去的？若是在边境抢的，各要塞战报早该传回京城，走苍狼渡，绕过镇北军所有关卡，将10万担新粮无声无息运进敌营。这不是抢，这是卖。3年前，段龙岭粮尽，朝廷送给楚家军的最后一批救命粮，也是在苍狼渡失踪。但是当年战报不是说那批粮被北汉骑兵劫走了吗？能够绕过镇北军所有关卡，把当季新粮送进北汉粮寨的路，绝不会是今日才有。朝中有人一直在私通敌国，把大义的军粮源源不断卖给北汉。现在还缺证据。殿下，末将听说楚安在粮袋上大做文章，特来查看。这分明是北汉贼子的离间之计，麻袋上的印记定是敌军私下伪造，意在动摇我大印军心。对，定是伪造的。末将请旨，立刻将这批问题粮袋全部烧毁，以免祸乱全军。若是敌军伪造，沈将军何必如此急着毁尸灭迹？楚安，本将这是为了镇北军大局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。够了，沈傲雪退下。这批粮袋系重要物证，由无名营全权看管，若有半丝损毁，本王拿你试问。殿下，楚大人，黑风岭敌营大举开拔，北汉5万重骑倾巢而出，已过白狼河，正朝洛雁城。5万重骑全军开渡，北汉这是要决一死战。都怪楚安私劫黑风岭，彻底激怒了敌军。北汉主帅急了，黑风岭失粮是假，害怕这批当季新粮暴露朝堂内鬼才是真。传我军令，全营拔刀备战！备战！备战！将军，京城大将军急信，户部新粮暗记绝不可留。北汉发兵5万，而当顺水推舟，将楚无名诱至无退路之白狼河，切断后援，借敌重骑，杀之灭口。楚安啊楚安，原本本将还愁如何处你，既然你执意找死，本将就送你上路。
将军英明，只要楚安死在北汉手里，当继新梁的事便彻底死无对证。楚安将于明日抵达白狼河，届时洛雁城关闭城门，不发一兵一卒，送给北汉主帅，告诉他，白狼河就是楚安的葬身之地。末将明白。殿下，北汉5万重骑倾巢而出，若全军死守洛雁孤城，势必被敌军死死围困。末将提议，兵分2路，梯队防守。如何分兵？白狼河乃洛雁城右翼屏障，白狼河若失，敌军便可绕后包抄。无名营兵马精悍，由楚军师率3000无名营前去坚守白狼河。本将自率3万镇北军主力开进寒崖谷，正面吸引敌军。沈傲险！白狼河后面就是冰河断崖，根本无据可疑。你让无名营背水设防，这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。沈将军，3000兵马挡敌军前锋，镇北军主力却躲进山谷，这是何意？军情紧急，岂容你等质疑？本将乃大军主帅。沈将军既然大义凛然要入寒崖谷牵制敌主力，白狼江防线，无名营接了。楚军师，白狼河极其凶险。军令已下，无名营领命。赵萧，点齐3万镇北军，半个时辰后开拔寒崖谷，令传无名营即刻前往白狼河，不得延误。末将领命。楚军师，白狼河关系全军退路，就算无名营只剩最后一人，也必须给本将守住。沈将军的军令，我听清了。报主帅，大营沈家传来密讯，沈傲雪已将楚无名逼去白狼河背水生防，请主帅专心围杀楚无名。沈家走狗真以为本将受他们摆布？楚无名要杀，沈傲雪这3万大军，本将也要吃。传帅令，派2万重骑去白狼河，其余3万主力暗中出击，将寒崖谷前后出口给我封死，一个也别放逃。楚安，沈傲选的主力在寒崖谷失去联系，敌军2万重骑近在咫尺，白狼河无据可守，快随本王撤回洛雁城，伺机死守。殿下说的对，这白狼河后面就是冰封断崖，掉下去必死无疑。退回城中，只求苟安，兵无斗志，洛雁城早晚必破。福安，你还在等沈傲写的援军吗？是沈家的私印。楚安抵达白狼河后，洛雁城关闭城门，不发一兵一卒。无名营多为新兵，今日背水列阵，太阳落日之前，很多人会死去。我的最后一道命令，如若你们看到我倒下，不要哀悼，不要停止冲锋，握紧长矛，挥舞刀剑，誓死方休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骁骑愿随军师死守白狼河。听军师的，背水列阵，誓死方休。区区3000残兵，自寻死路，全军冲锋，踩碎他们！全营预备！给我压过去，踏平他们！轮换卸力，以阵御旗。第一轮真的挡住了。好一个退后半步折斩，好一个令行禁止。楚哥在大阵正面把仇恨拉满了，那帮北汉孙子眼睛都红了。都给老子猫好了，按楚哥说的，沿着雪沟摸到那老小子的帅旗底下，待会儿听哨声一响，随我拔旗砸场子。混账！区区3000残兵，竟能挡我2万重骑的第一轮死冲！主帅，敌阵变阵极快，前排刚竭力后便补上，我军前锋损失惨重。什么狗屁变阵！传我帅令，弓弩手压上前沿，万箭齐发，全军步骑全线压上，给我把这3000人碾成血泥！
敌将中箭倒了，无名营没了主心骨，全军压上去，踩死他们！全军压上去，踩死他们！退后半步者斩，为楚大人守住！去你北汉狗贼！你雷也在此！主帅，后营，咱们的帅旗倒了！不可能，后方哪来的敌军？全营反冲！全军出击！归。王旗倒挂，全军败退，白狼河主力全没了。主帅出事，后路被断，快撤！快撤！敌军退了，那是无名营的黑旗。多谢楚统领救命之恩！多谢楚统领救命之恩！2700人迎击2万重骑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怎么可能解得了寒约谷？沈将军，你不妨看清楚，正是楚统领带着弟兄们解了寒幽谷之围，救下了这3万将士。沈傲雪，你身为大军主帅，背水误判，贪功冒进，致使3万主力被围困寒崖谷。若非楚军师以奇谋骑兵解围，大雍这3万健儿皆要命葬你手。殿下，末将也是为了牵制敌军。住口！朝廷律规面前，岂容你强词夺理？传本王军令，剥夺沈傲雪镇北将军帅印与主将头衔，押入囚车。即日起，由楚无名暂代镇北军全军统领之职。殿下，这是在白狼河缴获的北汉信使，上面盖着沈家私印，字字句句皆是让敌军将无名营封死在白狼河绝路。背叛同袍，构陷功臣，沈傲雪当真是胆大包天！殿下，沈傲雪通敌构陷，就该按军法处置。沈家在朝中盘根错节，此密信乃绝佳凭证，当连同北境大捷奏折800里加急送往京城。楚统领，沈傲雪虽已关押，但这3万镇北军仍有大量沈家旧将，接下来的北境全看你。草民遵命。无用之物！沈傲雪这个废物，3万大军竟然被个瞎子给夺了帅印！殿下息怒，傲雪年轻识浅。年轻识浅，当季新粮的火印暗记已经落入楚安手里。一旦这瞎子带兵查到苍狼渡，当年断龙岭的秘密全得曝光。殿下，绝不能让那盲眼之人活下去。持本宫的监国令，带上东宫亲卫，星夜兼程赶赴北境，以巡边为名，将那楚安就地正法。末相领命，绝不留后患。楚安，800里军报已经发往京城，但沈家在京城根深蒂固，太子绝不会坐视我们查下去。有何可惧？来多少我们接多少。该来的很快就会来。楚统领，沈大将军已持皇上监国金令巡边，不日便到。你一个没有兵部编制的盲眼罪囚，也配问我们要各营粮教兵符？对，兄弟们只认沈大将军，想拿兵符，等大将军到了再说吧。你他娘的跟谁叫板呢？信不信老子一剑劈了你？我不问你们要兵符，开沈傲雪私仓。楚无名，私仓乃将军府私产，你敢擅闯，按律以劫道论处。
雷破天，开锁。好嘞！沈傲血这臭娘们儿，兄弟们在前面吃沙子，伤口发臭等死，他却在私仓里藏了这么多上等药粮。兄弟们，楚统领查扣了私仓，给大家送上等药材和白面来了。这才是真药，统领威武！凭什么克扣我们的救命药？把私藏发给大家！从今日起，拆分就业，3000无名营弟兄编入各队，担任小队头领。大军抛弃原沈家旗语，全军统一，听从金铁短哨。扔了将军府的旗语，用这小破哨子管3万人，真特么是瞎子打滚，乱来！楚安，编制虽然打乱了，但魏副将那伙旧将仍在暗中磨洋工，今夜巡防由他们负责，左翼防线漏洞百出。老子这就去抽死那几个偷懒的王八蛋！不必，沈震岳持金令逼近，北汉主力刚败，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。今夜定有小股敌骑袭营试探。袭营？魏副将流出的死角，正是伤兵营外围。传我军令，丑时前秘密将所有伤兵转移至中军偏帐，原伤兵营大帐铺设尸坛防燃，设空床做诱饵。诱敌深入，既护伤兵周全，又能抓个现行。刺头狐，带200无名营精锐，伏于诱饵大帐周围草堆后，敌人来了，一个也别放过。杀！把大义这群废兵全烧成灰！嫡媳，真有嫡媳啊！宰了这群北汉狗贼！成了，真防住了！瞎子，受死吧！半月锁喉，一枪破灭。这是昔日楚家军17路镇国枪法的起手式啊！天佑大佑，楚统领，当年刺入您耳后的金残余淤血正被内力化开，您那是神经，并未坏死。军医，他的眼睛还能治好？能治。若用老朽祖传17针通血法，以7日为限，分轮通血，第7日最后一针落下，楚统领便可重见光明。本将持太子监国令巡边，见金令如见太子亲临。楚无名，你虽有威功，但无兵部编制。本将限你7日之内率军夺回北汉要塞苍狼渡，7日若不克成，本将依军法按抗旨力斩。苍狼渡城高墙厚，无云梯抛石车怎么打？你这是明摆着送死！军中器械需查验成条。来人，将大营内所有抛石车与云梯全部押走。爹，
您终于来了，快救女儿出去！都是楚安陷害我。爹，闭嘴！私通密信与当继新娘的事，全是你的主意，明白吗？你让我替沈家顶罪。认了，你母亲在京城还能活，你若敢吐出东宫与沈家半个字，将亲手灭了你那一房。沈真月收走了所有攻城利器，限制7日夺关，这是死局。7日足够了。楚统领，今日是第一针，针刺风清、听宫两穴，过程如烧铁烙脑，必须忍住。楚安，你看到了吗？只有光。这就对了，第一针已通开少许淤血，只要坚持7日，必能重见光明。楚哥，沈振岳那老小子把抛石车云梯全抽走了，苍狼渡城高几10丈，咱们连个梯子都没有，这关怎么打？是啊，统领，强攻等于让兄弟们去送死。强攻是死路，苍狼渡北汉守将傲慢贪功，且城中粮草不多，我们不攻城，我们去送粮。你是想用假军粮做诱饵？粮车下面暗藏包铁沉木底盘，引敌开门抢粮后直接卡死城门。不错，把空麻袋装满，沙堆装车，高调运过峡谷，雷破天，你带3万主力潜伏在峡谷两侧雪原后。得嘞，老子这就去安排。主帅，敌军并无任何攻城重器，车上押送的全是沉甸甸的军粮马袋。哈哈哈哈哈！楚安这瞎子果然没攻城器备，想偷偷转移军粮，全军出击，把大义这批军粮给我全抢回来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沙土中计了！喂，快退回关内！狗贼，哪里逃？随老子杀！开城门！快城门救本将！无名营夺关！落天金甲，快落闸！去你的！给老子开！哈哈哈哈哈！关门机关给老子锁死了！滚石，推滚石下去砸死他们！算计我楚哥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！上城楼，拉弓，放箭。大圣，大圣，楚统领威武！第4天了。
统领，快来看，这暗壳里有东西！3年前段龙岭失踪的楚家军救命粮，竟全被沈家偷偷运进苍狼渡，卖给了北汉。私肥的银两全流进了东宫。的沈家，东宫为了私利坑杀楚家满门。证据拿好，这只是第一笔账。楚安，能看清了吗？能看清人影了。6日通血已成，明夜第7日施下第17针，楚统领便能彻底重见光明。圣旨到！皇上龙体报样，召三皇子即刻回京回旨。苍狼渡所有物证与降将一律封存，由大将军沈振岳带回京城审理。任何人不得在北境擅专。殿下，皇上龙体危急，朝政由太子殿下监国代理，还请殿下今日便随微臣启程回京。本王若是今日不走呢？殿下要抗旨不成？北境战事已平，苍狼渡街坊与物证查彻全由本将接管。你接管个球！那是楚哥打下来的。殿下，听旨回京。七妹，京城必有大变，本王此去吉凶难料。这监军复印代表皇家公职权，你拿着它，保护好楚安。三哥放心，有萧七在，谁也休想动他。楚先生，京城见。京城见。明夜第7日最后一轮施针，届时那瞎子双眼通血，半个时辰内毫无还手之力。送去北汉大营，告诉北汉主帅，明夜派顶级狼卫袭击聚义堂，将楚安剁成肉泥。敌军来犯，本将持监国金令大权，雷破天，即刻率无名营主力出关围剿。楚哥早已交代，今夜敌军必是佯攻引诱，绝不可擅自出关。见金令如见太子，军令如山，而敢抗旨违令，本将当场便以抗旨重罪将你斩首。雷大教官，金令在前，若当面违抗，全营兄弟都要被扣上谋逆罪名。随老子出关，但谁也不准深入，迎敌击退。楚统领，这是最后一针，刺入后您会陷入半个时辰的剧痛与失明，只要熬过半个时辰，雨血化尽，便能重见光明。落针吧。有刺客，保护军医帐。杀入帐内，砍死那瞎子！想动他，
先踏过本宫的尸体。楚统领，不能动啊！此时若拔针，气血倒冲，您会永远失明的。是。不许使进去！去死吧！拔针！小七，多谢你。你的眼睛好了？不可能！楚哥，你的眼睛好了！沈震岳私通敌军，泄露布防，企图借刀杀人。沈震渊、沈傲雪、东宫，该算总账了。报！北汉主帅亲率10万重骑大举犯关，前锋直冲前营左翼。左翼前营墙矮壕浅，防守最弱，全军即刻前去增援。不必，布防图泄露，敌军以为我后营生变，左翼防虚，他们要的正是我军仓促增援。你是说，北汉是按沈震岳给的这张图在打？他给图，我们便给阵。传令，撤空左翼与正面2座前营。楚哥，全撤了，那不等于把大门敞开让北汉贼子进吗？空营诱敌，火渠封道。雷破天，待无名营在前营堆满柴草火油，刺头湖把滚石埋进后坡。得令。住手！全给本将住手！楚无名，大敌当前，你不思死守前营，反而开门倒油，自毁营包，你这是背叛大运，挟私报复。大将军说的对，大门一开，10万重骑瞬间就能踏平大营。监军复印在此，三殿下有令，战时大营防务全权交由楚统领调度，干预军令、动摇军心者，当场革职。沈大将军，这地方原本就是你卖给北汉的，今日楚某便借你的地方埋了他们。撤！沈大将军的布防图果真不假，刺杀已成，敌军溃逃，全军冲进空营，将大义兵马踩成血泥。
这群蠢货真全钻进来了。点火！楚哥，火势成了，老子这就带兄弟们冲下去，把这群狗杂子全剁了！准备变阵，唯3缺1。鸣金号，谁在后方？鸣金收兵！眼看就要全歼敌军了，哪个王八蛋在乱打金锣？大将军，我军已占据绝对胜数，为何此时鸣金收兵？本将乃巡边大将军，前营火势失控，奉上级全军，全军听令，即刻退回关内，封死铁门，不得追击。沈振岳，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敌军败局已尽，你现在鸣金，分明是故意给北汉狗贼放一条活路。放肆！本将按兵法调度，轮得到你这罪囚质疑？全军听令，后退者免罪，敢擅自出击者，按叛地就地正法。本宫看谁敢退！本宫乃大应七公主萧宁楚商，见金牌如见父皇。沈振岳，你临阵鸣金，纵敌求存，罪同通敌。今日抗命出击之责，本宫一人承担。凡大义将士，今日听楚统领号令者，公加3级；听送乱军心者，诛9族。请楚统领下令！请楚统领下令！请楚统领下令！全军拔刀，随我杀！杀！雷破天，在！带重甲前锋插入敌军左翼，封死他们回撤的退路。得嘞，老子这就去斩断他们的退路。四头狐，带无名营上2侧山梁，专设敌军旗羽关与号角手，断其指挥。明白。旗羽关，传令左翼骑兵向中军靠拢。号角停了。主帅，敌军无名营摸上了山梁，把咱们的号角手和旗羽关全射杀了。完，想把老子困死在这儿？狼骑禁卫听令，随本将正面撕开敌军中军，宰了楚安。缺口开了，杀楚安者，封万户侯。
填补缺口，退半步者战。敌军中军全压上来了，正面硬拼伤亡太大。传令，中军大旗向后倾斜，全军抛下残盾破枪，按计划，3000无名营随我正面诱敌后撤，主力2万余人提前转入葫芦穴谷两侧高崖，玉毛铁网滚石巨木，撤退！撤退！哈哈哈哈哈！楚安溃败了，帅气一倒，全军冲进雪谷，斩首者封万户侯。嘿嘿，死到临头，还装什么？落石。北汉主帅，你的账该结了。缴枪不杀，哪个是北汉主帅？雷大教官，那老小子在战车后面。想拿密信，老子烧了他！还想烧？给老子老实趴着！是沈震岳的私印，还有东宫的金印暗记。铁证全了，捆了，带回大营。快，把马牵过来，趁楚安没回来，即刻入京投靠太子。沈大将军，你急着逃去哪儿？私通敌国、谋害忠良的密信在此。沈大将军，你走不了了。将士们，随我拿下逆贼！老猪狗，你为了贪图私利，竟把苍狼渡布防图送给北汉，害死我们多少兄弟！为兄弟们报仇！本将乃是太子的人，你们敢动我，小心太子灭你们满门！太子把你当狗使唤，等你入京之日，便是他灭口之时。不会的，太子不会杀我的。楚家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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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楚家军威武，楚家军威武！
圣旨到，楚无名接旨。奉天承运，太子监国诏曰：楚无名收复苍狼渡，生擒北汉主帅有功，着即率无名营押解罪臣沈暴雪、北汉主帅进京献俘受审。钦此。楚哥，太子这老小子突然叫咱们进京献俘，绝对没安好心。这京城就是个龙潭虎穴，朝堂在他掌控之中，入京必是一场恶战。这龙潭虎穴，我等了3年。传令，全军整装，押俘进京。楚哥，太子这旨意分明是想把咱们引去京城一网打尽。要我说，咱们直接占了苍狼渡自立。楚家满门的通敌罪名在京城，不入京，这冤案便洗不清。京城有东宫掌权，必须留后手。周将军，你率主力留守苍狼渡，若无本将军令，任何人不得动用兵马。末将领令，定死守关口。雷破天，拿上你亲笔写的家书与定国公府独门暗语信寄，今夜派2名快马死士，把证据抄本暗中送入定国公府。明白了，让我老爹在京城接应。刺头湖，精选1000无名营士兵随行。出发。太子有旨，苍狼渡重犯干系重大，交由东宫亲卫接管，全军留庭外搜查。老子拼死抓来的重犯，你说接管就接管，给老子滚开！太子有口谕，允许无名营1000兵马全副武装入城，东宫亲卫退下。太子反常放1000兵马入城，城内定有杀局。大门大开，那便入城。管他什么杀局，进了城，老子一剑劈了他！奶奶的，城门落闸了！无名营，解防阵！不要乱，继续往前走。父皇龙体剑插，卧床不出。今日本宫以太子身份监国，主持苍狼渡军审。楚无名，你带1000兵马擅入京城，又言沈大将军通敌。今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把你的证据拿出来。若拿不出，本宫当场将你以叛逆罪斩首。太子殿下，楚安拿出的所谓证据，全是他私下伪造的。3年前楚家通敌案早已定罪，楚安是为了私仇，报复臣女当年撕毁婚书，这才在北境构陷臣女与父亲，请殿下明察。
沈将军，3年前段陵失踪的楚家军救命良乡就在这里，上面盖着沈家的官符印记。良乡是从苍狼渡沈家秘仓运出来的，你腰间这枚印信，要不要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现场盖印对验？重合了，官方印鉴完全重合，这是沈家的印章。不可能！这良乡明明锁在父亲苍狼渡的私藏里，你怎么可能拿得出来？妓女，闭上你的狗嘴！殿下，苍狼渡私藏与粮食之事，全是这逆女私自所为。臣远在京城，对她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。此逆女贪图钱财，私通私仓，罪大恶极。请殿下立即按军法将这逆女斩首。爹，你为了你的大将军名声，竟真要亲手把我往死里逼！好，我成全你。当年是你逼我去撕婚书，是你让我管苍狼渡的账，现在出事了，你拿我当顶罪羊。沈震岳，这是你当年亲手写给东宫的投放信，信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亲手掐断楚家军粮草，是你把断龙岭布防送给北汉，你想让我死，我也绝不让你活。是沈大将军的亲笔信，上面有东宫与沈震岳的私印。抢下那封信，快！小贼，当众毁尸灭迹！本宫看谁敢动！军审大典，毁灭罪证者，以同谋诛族论处。北汉主帅，这封契约上的金印与字据，你认还是不认？我认，这是东宫私下给我们的契约，每年3万担大鱼军粮，换我们配合在断龙岭围杀楚家军。这金印就是太子的私印，上面还有太子的亲笔签名。是太子的私印。楚家军当年并非通敌，是被东宫与沈家联手坑杀的。胡言乱语！北汉贼子竟用离间之计！经营禁军听令，楚不明勾结敌贼陷害本宫，按叛逆论处，将交台要上所有人全部诛杀。代写的粮箱在此，沈家的手账册在此，沈震岳的投诚信在此，东宫的金印契约在此，4项铁证俱在。当年段龙炳的3万楚家将士在看着，今日谁敢动手，便是这通敌案的同谋。此事涉及朝堂根基，请陛下出面亲自裁断。请陛下出面亲自裁断。好。既然群臣要请父皇裁断，今日军审暂休，明日父皇御驾亲审，退朝。
殿下，楚无名与1000无名军已安置在城内驿馆。父皇醒不来了，明日没有御驾亲审，只有血洗。传本宫暗令，封死皇城9门重闸，切断内集结东宫5万亲卫。明日一早将楚无名与那群乱臣贼子全部血洗。遵命。父皇密旨，楚无名勾结3皇子7公主，图谋谋反。沈振岳评判有功，官复原职。楚无名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萧敬明，你假传圣旨，私放重犯，这是公开谋逆！假旨，这是伪造的圣旨，太子要造反呐！楚哥，这孙子带了几万人把咱们包了。吴明营，元镇，保住证据。1000对数万，这一战破局。放箭！把这群乱臣贼子全射成刺猬，一个不留！前队结盾推进，后队护住证据与重犯，向东侧长街突围。无名营，变阵推进。哈哈哈哈！听楚哥的，给老子趴下吧！别了传我，后退！借地形拆分敌军，准备巷战分割。本王乃3皇子萧景瀚，尔等精营将士，安敢对本王动武？大将军沈振岳与3皇子谋反，勾结敌军。太子殿下已下达旨意，凡阻拦者，格杀勿论。杀！精营将士受东宫蒙骗，严禁下杀手，只夺兵器，不杀一人。遵令。
给老子躺下！我呸！去！老子们在北境撒的北汉鬼子屁滚尿流，你们这群蠢货在京城叛则太仓枪时，眼睛瞎了吗？太子殿下，老夫在此，快杀光这群！老东西，再敢乱叫，本宫先拔了你的舌头！和，撤！西城门通往城外定国公大军，午门是禁军大本营，内院乃父皇寝殿。3条路皆关乎生死，但我们只有1000人。楚安，怎么走？3路齐发，各司其职。放箭！雷破天，带100人冲西城门。萧七入内院救驾。殿下，持证据赴午门说服禁军，我留在此处。楚哥，这帮孙子人多弩重，老子留下来陪你剁了他们。定国公进不开城门，全盘皆输。去，跟我走。挡老子路者，滚！无圣旨谕令，不得开门。本王乃3皇子萧景恒，太子勾结敌军陷害忠良，伪造谕令发兵攻辩，铁证在此。尔等禁军受其蒙乱，还不放下兵刃？呈上来，给本将查验。太子殿下有令，凡动摇观望者，按判例当场立斩。全军听令，杀了3皇子！陛下在何处？主殿龙榻之上。
命官乃东宫太医。药里下了什么？是迷魂麻贝散。太子殿下下令每日灌药3次，令陛下长期昏睡不醒。取出银针，施针救醒父皇。若有一丝差错，立斩不赦。宁上，太子逆子，私发经营，伪造朕的圣旨，要逼宫弑父。父皇，定国公大军已到城外，三哥与楚安在前方挡着。御令与兵符在何处？朕下暗阁，朕谕令金虎府。七公主，多亏你救醒陛下，太子殿下有令，今日陛下病重驾崩，七公主殉国，杀一个不留。禁军统领抗旨暗通叛逆，已被本宫按军法当场战决。三皇子萧景涵勾结敌军谋反，反斩其首级者，赏金1万两，封万户侯。萧景明，当着数千禁军面，你竟敢当众弑杀朝廷大将！尔等经营将士睁大眼睛看看，这是定国公的将军印，这是太子勾结北汉主帅陷害楚家，割让北境3城的往来密信。我是北境无名营的兵，太子老儿在苍狼渡断粮害军，勾结北汉郎氏。咱们统领高富明杀穿了敌营，你们被他当枪使了。司法一律请军者等同谋反。太子无皇旨无虎符，擅调经营，封锁9门。尔等若随其作乱，便是株连9族的逆贼。太子无旨杀我统领，我等只服皇旨与虎符，不服逆贼。你们想造反吗？撤，退入内院。末将愿听聘三皇子调遣，控住午门，随本王搜寻皇旨与秦王信号。楚安在这儿，无名营主力在正门，全军回防正门。给我开！爹，西城门开了，快带兵进城干死那帮叛贼！慢着，大殷律例，无皇旨谕令与金虎符边军入京，生同谋反。开门者乃私自起兵，未见真旨，绝不跨过城桥一步。我呸！我死脑筋！太子都在里面动刀子了，你还要什么旨？只能救皇上命吗？少府邸，拉详想见。皇上秦王信号已出，朕谕令在城内，全军听令，杀进城去护驾。入城擒王！嘿呀！
父皇，既然你把虎符给了这贱人，那就休怪儿臣亲手送你上路。老东西，去死吧！末将救驾来迟，定国公免礼，围住金轮大殿，绝不能放跑逆贼。包围金銮殿。退后！全给本宫退出去！谁敢上前一步，本宫立刻刺穿这老东西的脖子！萧景明，你无路可退，放开父皇！萧景明，定国公万名大军已封死9人，你的东宫死士技术辅助。少废话，自尽！要本宫活，你们全给我自尽！逆子萧景明私发京军，企图弑父，当朝废黜太子之位，押入宗人府死狱。大将军沈震岳勾结敌军，谋害忠良，即刻夺爵下狱，抄没沈家全族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当朝撤销3年前楚家叛国罪名，即日起由三皇子与楚安共同彻查3年前楚家旧案，凡参与陷害楚家者，严惩不贷。沈震岳私通敌军，献忠良，赐军酒，当场伏诛。沈傲雪夺取将军军衔，剥夺降级，发配北境军营，戴罪赎罪。罪女领旨。3年前断龙战一战，楚家军并无叛国，乃通敌逆贼私吞军粮，陷害所致。朕今日当场下旨，撤销3年前对楚家一切不实罪名，追封楚父为忠武国公，入忠烈祠供奉。楚安，3年前朝廷欠楚家的，今日正式平反。宣3年前段龙漫战死楚家将士名单：楚家军前锋校尉楚山，副将赵大铁，百夫长张二某，连夫长王某。楚安破敌秦王，平反冤案，功在社稷。朕封你为镇北兵马大元帅，赐1品国公爵，统领北境30万兵马。草民谢陛下厚爱，然国公虚爵，非草民所愿。草民只求保留无名营番号，重建楚家军。准奏，保留无名营番号，以无名营为骨干，重建楚家军。雷叛天冲锋陷阵，夺门有功，封定北将军，领兵1万。谢陛下，老子末将定把北汉鬼子打得叫爹。宁商，你随楚安深入敌营，浴血救驾，朕便将你赐婚于楚安，择日完婚。父皇，儿臣抗旨，儿臣乃大英七公主，已是无名营随军参谋骁妻，儿臣不是朝廷赏赐给功臣的玩物，若要相守，儿臣自会以同旁身份与他并肩。儿臣请命，以御医骁妻身份，随楚安重返北境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女儿，准奏。楚大统领，本军医可是推了赐婚跟你去北京吃，你拿什么陪本姑娘？ 3天后顿顿吃肉。
虎哥，大军在山下候着。你与刺头狐带兵登顶新旗，我上去看看老周。得嘞。老周，当年你在街头为护我惨死，没能吃上一口热饭，今日我亲手给你送来。仇人已伏诛，太子下死狱，沈家发配整肃，朝廷洗雪了楚家的冤名，楚家的债我全讨回来了。